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呢，在这个影片我们要来看我一颗水培水耕的蝴蝶兰，它是一颗中型的蝴蝶兰。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它背后的故事，我买回来之后我对它进行怎么样的处理，然后呢它的养护是怎么样，然后跟它现在的一个生长的状况。这个是之前照的照片，刚买回家时候的照片。它是一款绿色的花，淡绿色的花。那这个呢，应该是叫做绿精灵。那如果是绿花、红心、红唇的话，才是 wasabi 的样子。我不太确定，因为有兰友曾经跟我讲过，但我还是忘记了。总之呢，它是一颗中型的兰花，虽然没有香味，但是呢，这颗兰花它本身感觉它的生命力蛮强壮的。这颗兰花应该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购买的，然后呢，它花都开完之后，花梗也都变黄干掉之后呢，我就决定要来对它进行做一下根系的处理，然后把它种到这个纯水培的种植方式里面去。这颗兰花在转到纯水培的初期呢，其实有一两条根有溃烂的现象，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它的底部的两片叶子有变黄哦。但是呢，很快的，因为春天的到来啊，其实它的这个根系呢，很快的就开始在冒绿色的新芽，新的根出来哦。所以你看到这边，其实这种状况其实就是告诉你说，这颗兰花在于春天暖和之后，然后再对这个纯水跟它的一个种植方式呢有正面的回应哦，有适应的情况，所以呢是一个好现象。那接下来这影片呢，其实也是在今年的4月中旬左右拍摄的，基本上也是给你看一下这颗兰花它的一个根系的状况，就是已经入水之后的状况。那现在这个杯子里面没有水的原因是因为呢，一般来说在初期转换成水耕水培的兰花，我一般呢就会斟酌情况，就是在泡水个1-2天2-3天，我就会把水倒出来，然后让它干个1-2天，甚至有时候呢，如果我在对它进行做，比如说开根这样的一个动作，用海带水来泡它的话，可能是白天泡，晚上回到家睡前我就会把这个海带水倒出来，然后呢，隔天出门前我再把海带水倒回去。那我会重复这样子的动作1个星期，然后才换掉海带水。那这边呢，其实我当时用的只是纯水而已所以呢，没有，我就是一直纯水，我就是一点点，底部一点点有水，让它能够吸收水分。其他大部分的时候呢，我就是泡个几天，干个几天，泡个几天，干个几天。那这个片段你可以看得到，它当时底部的叶子我还没有把它取掉。那就变黄是因为有1-2条根系有烂掉的情况，那大部分的根系还是 OK 的，然后它现在有在长新的根系。那你刚刚看到这个水位啊，其实大概也就是它所有根系的大概1/4左右吧，可能还更少一些。那我喜欢水位低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呢，比较能够让兰花能够渐渐的适应这个水的这种种植方式。因为呢，如果你就是按照一般原则1/3的水1/3的根系在水里面的话，我个人觉得有时候太多，要看兰花的根系多不多跟好不好哦。那像这颗兰花本身根系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个人的偏好是喜欢水少一点然后让它就是只有一点点的部分接触到水这样子。那有兰友问我说，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施肥？其实啊，如果你看到它这边有出现积极生长，
比如说像这样子已经在长新的根，或者是上面长叶子啊，其实基本上来说慢慢的开始施一点肥料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我一直用的是纯水，一直到我看到这些新根系长出来之后呢，我就开始逐渐的加肥料了。那我还是一样用1/4浓度的肥料而已，1/4建议浓度的肥料的这个浓度，然后加到纯水里面去，然后就让这个兰花浸泡。那这时候你自己要判断你应该是浸泡个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半小时，就把这个有肥料的水取出来呢，还是你要让它继续持续的泡着，比如说1天2天，然后等到下一次干燥期，你要让它干燥的情况再把水取掉。这个部分你要自己去对你自己兰花做观察，做斟酌。像我的话呢，其实每一颗兰花的操作都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兰友他们会问我说，你之前讲这样，现在讲这样。其实因为每颗兰花不同啊，所以我的操作方式呢也会不同。那有时候我浇水是大家一起浇，是因为我比较懒，但是其实应该是要看兰花自己的状况来浇水。那回到就是这个兰花上面，你现在看到后来啊，这个是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根系明显长更多了然后呢，在它的根系的底部跟中间的部分还有再继续长新的根系出来，所以这颗兰花基本上呢，对水培水根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相当的喜欢。那我觉得个人来说，这样的一个转换呢，算是相当成功的。这颗兰花它虽然在过程中有失去掉1-2条根、几条根但是呢整体而言，它的根系现在来讲算是相当的健康了那我这颗兰花因为也算是实验性质，所以还是会继续用水跟水培的方式来给它种植。那再回到刚刚就是谈到的这个施肥的这个长短就是这个水我像这一颗来说的话，我可能会因为它有健康的根系情况之下，我可能就会选择，我可能每次给它有肥料的水，我可能就让它泡个1-2天，然后呢再全部倒掉，让它干个1天2天，再重新加清水进去，然后等到下一次周期的时候呢，我要再给它施肥的时候，我可能再让它泡有肥料的水泡个1-2天。当然我这样子的这个步骤呢，跟这样的养护方式会依照兰花的情况，我看到的情况去做调整的不是说一定这样子做就一直要这样子不改变，是可以做调整的。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是近期在夏天的时候，我这边8月的时候照的相片它中间在长一片新的叶子，那右边的叶子呢，它的第二片新的叶子呢，其实是最大的叶子这片大的叶子呢，是它之前在已经入水之后长出来的，然后这个呢是它一般平常时候在我架子上的状况，有蓝色的外杯来避免青苔的产生那现在这颗兰花有长叶长根，所以这颗兰花呢，希望在今年的秋天冬天能够抽花梗，然后明年呢就能够再跟大家移花相见。那这个呢就是之前兰花开花的另外一张照片。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